如果你以為中東國家的財富轉型還停留在蓋奢華飯店、買下歐洲的足球隊，或是在沙漠裡造一座未來城市，那你的戰略資訊系統可能需要更新了。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MBS） 正在將數百億的石油美元大舉轉化為算力資產。他們瘋狂地大買 NVIDIA 的晶片，找上 Google 與微軟蓋資料中心，甚至自己成立了國家級的 AI 基金與半導體公司。這不是單純的產業轉型，這是一場地緣政治的豪賭，用石油買下運算能力，企圖讓沙烏地從傳統的能源輸出國晉升為美中科技冷戰間誰都不敢得罪的全球算力中立區。歡迎來到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這裡是為您透視全球權力與金錢流動的地緣賽局。提起沙烏地阿拉伯的2030願景 Vision 2030，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那座充滿爭議、耗資數千億美元的線性城市 NUM， 或者是他們在國際體育賽事上的大舉收購。這個願景的核心訴求很直接，擺脫對石油的單一依賴。然而，當時間來到2024與2025年，隨着全球進入生成式 AI 帶動的算力狂飆時代，沙烏地的 Vision 2030發生了一次極度關鍵，卻沒有被大眾廣為看懂的路線微調。他們不再只投資那些看得見的實體基礎建設，而是開始將千億級的主權基金 PIF（Public Investment Fund） 像傾倒石油一般的注入到看不見的雲端與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中。沙烏地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在他們的戰略沙盤上，下一個時代的石油名字就叫做算力。今天這集地緣賽局，我們將深入沙烏地阿拉伯的決策權力核心，拆解他們砸重金買 AI 的背後邏輯。我們也會為您盤點，在這場中東的算力狂歡中，究竟是美國的科技巨頭賺得盆滿缽滿，還是沙烏地位居食物鏈的頂端？最重要的是，這一切將如何重塑美中科技戰的脆弱平衡？要理解沙烏地的動作，我們必須先理解他們對未來的焦慮。沙烏地阿拉伯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重量級玩家，根本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手中握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水龍頭。在過去的50年裡，無論是誰當選美國總統，無論是冷戰還是反恐戰爭，沒有一個大國敢真正與沙烏地撕破臉，因為一旦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被阻斷，全球經濟就會陷入癱瘓。這被稱為能源的武器化。但是，電動車的普及與再生能源的崛起，讓這份安全感出現了裂痕。如果30年後，世界不再那麼需要石油，沙烏地的地緣價值在哪裡？王儲 MBS 給出的答案是，讓全世界依賴沙烏地的算力。在 AI 時代，算力就是新的石油。要訓練和運行龐大的 AI 模型，你需要兩樣最無解的東西：第一是龐大的電力，第二是足以供應用水的冷卻系統。而這恰恰是沙烏的極為強悍的地緣優勢。他們不僅擁有低廉的傳統能源，更擁有可怕的再生能源過剩。沙烏的目前的 NUM 區塊正試圖用過剩的太陽能發電，直接且毫無間斷地供應給那些耗電量如同怪獸般的大規模數據中心。於是，我們看到沙烏地資料與人工智慧局 SDEA 以及其主權基金 PIF 展開了一連串令人咋舌的收購與合作動作。首先，他們成為了全中東甚至全亞洲最大的 NVIDIA A700與後續架構晶片買家之一。即便在美國政府對中東實施高級 AI 晶片出口管制的情況下，沙烏地依然透過各種外交承諾與合規手段，確保了最先進算力的流入。再來，主權基金 PIF 在2024年宣布成立一家名為 ALA 的全新科技投資公司，資本額高達1000億美元，專注於先進技術製造與半導體。不僅如此，他們更直接與美國矽谷的頂級創投 16C、Andreessen Horowitz 聯手打造高達400億美元的 AI 專項基金。你能想象嗎？這筆400億美元的基金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已進入實質運作階段。這直接讓沙烏地躍升為全球最大的 AI 單一創投來源。沙烏地的目標很明確，我不只買你的晶片和軟體，我要直接投資你矽谷的基礎設施，把你未來的創新命脈
綁在阿拉伯半島的資本戰車上。當黃金隕落在沙漠中，誰拿走了最大的那塊蛋糕？這場盛宴中，目前有3大獲利陣營。第一，毫無疑問是美國的科技巨頭，特別是硬體與雲端供應商。NVIDIA 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沙烏地的採購單是撐起其財報的重要支撐之一。但更不能忽視的是 Google、微軟、Microsoft 與亞馬遜 AWS。這些雲端巨頭相繼宣布在沙烏地投入數十億美元，建置當地的資料中心。對微軟和 Google 來說，沙烏地不僅是一個有錢的客戶，更是一個能提供廉價能源且政策極其配合的巨大機房。他們把算力中心建在這裡，再把運算能力透過網絡賣給全球，而所有的建置成本幾乎都由沙烏地的石油美元買單。第二，是沙烏地本土的科技旗艦公司。除了剛才提到的 Allen， 我們必須直接點名一家核心執行單位 Haman。這家同樣隸屬於 PIF 的國家級 AI 公司，正是沙烏地打造 AI 工廠與主權 AI 的主力。他們正負責建置高達100 GW 吉瓦的算力基礎設施。這群旗艦企業在政府法規的保護傘下，成為了外資進入中東的必經閘口。任何跨國科技巨頭想拿沙烏地的政府標案，或是想享受沙烏地的電價補貼，就必須將先進技術轉讓或授權給這些本土企業。這是一套標準的用市場換技術策略。沙烏地正在透過這種方式，強迫自己國家從能源挖掘者快速升級為科技營運商。順帶一提，如果你還記得我們在 AI 降臨 EP05 中提到的韓國第一家 AI 晶片獨角獸 Rebellions 背後正是拿了沙烏的創投 Y Ventures 的錢。沙烏的不僅買美國的 GPU， 他們也在四處搜刮全球有潛力的替代晶片方案，確保自己不會被單一供應商綁架。第三，則是那些家在中美之間急需避風港的新創。隨着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制裁日益嚴厲，許多 AI 新創不敢拿中國的錢，也不敢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而美國的融資環境雖然好，但競爭極度激烈。沙烏的順勢提供了一個第三級的選擇，只要你願意把總部或部分研發搬來利雅得，我就給你近乎無限的資金與算力支援。然而，沙烏地的這盤大棋，真正觸動各國神經的是其背後的地緣政治意涵。這就是本集的最高維度，沙烏地試圖打造的全球算力中立國戰略。在美中科技戰的最高潮時期，半導體與 AI 技術被迫分成了2大陣營，美國陣營與中國陣營，互不相通，互相封鎖。但沙烏地看準了一個痛點：中東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它連接了歐洲、亞洲與非洲。王儲 MB 希望沙烏地能像二戰時期的瑞士一樣，成為 AI 冷戰時期的中立國。他們對美國說：“我們是你們在中東最堅定的盟友，請賣給我們最強的晶片，我們保證不會讓它流入中國的軍方。”同時，他們也對中國說：“我們歡迎華為、阿里雲、商湯科技等中國企業來沙烏地建置算力中心，我們用人民幣結算石油，我們是你們突破美國封鎖的最佳海外市場。”沙烏地正在玩一場極度危險但報酬驚人的平衡木遊戲。他們利用美國害怕沙烏地完全倒向中國的恐懼，逼迫華盛頓批准最新晶片的出口特許證。同時，他們利用中國急需海外市場與中東盟友的迫切感，吸納來自深圳與北京的頂尖工程人才與便宜的基礎建設硬體。但作為一個算力中立國，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到了2026年的現實是，美國正在對沙烏地加強硬體及監控。華盛頓核發 A700和 Blackwell 晶片出口許可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沙烏地的機房必須裝設美方的遠端監控硬體，以確保沒有任何中國實體能夠在遠端暗中租用這些算力。即便如此，這依然是沙烏地的終極算盤。在2個超級大國互相封鎖的時代，誰能成為連接兩者的橋梁，誰就能榨取最大的地緣溢價。我們該如何總結沙烏地的這場 AI 豪賭？從 Vision 2030到現在，這場豪賭雖然充滿想象力，但也非沒有隱患。
最大的風險是，用重金買來的硬體與基礎設施折舊得非常快。如果缺乏本土的開源文化、一流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真正願意深耕的本土軟體人才，一座沙漠裡再龐大的 AI 機房，5年後也可能變成一堆廢鐵。但我們絕對不能低估一個擁有無限資本且具備強烈地緣生存危機感的國家。沙烏的正在證明，石油美元的終極用途不是揮霍，而是購買下一代文明的定義權。下一次，當你看到國際新聞報道美國又對哪種晶片發布了禁令，或是哪家雲端巨頭又在沙漠裡蓋了機房，請記住我們今天的結論分析：在這場算力戰爭中，中東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旁觀者，它正在用石油為自己買下牌桌上的一個莊家位置。這裡是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全球戰略情報站。政治從未消失，它只是換上了戲與演算法的面具。這集的地緣賽局就到這裡，別忘了訂閱我們，在資訊氾濫的世界裡，為自己留一個看清全局的導航員。我們下集見。